大师兄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当街兰花教的青衣女施主？她怎么了？青衣女施主说，皮衣女施主是她大姐。这个我倒不曾听皮衣女施主提起过。这个青衣姑娘和皮衣姑娘不是姐妹关系吧？而是两女是一夫，也就是说，这个皮衣姑娘是你的大夫人，而青衣姑娘呢是你的二夫人。你小子可真有福啊！对了，大师兄，曾经我问过佛祖，你和她的姻缘是什么？佛祖告诉我，你和她是水中月，镜中花，可遇而不可求，也就是命中无缘。大师兄，皮衣女施主从来没有向你提起过青衣女施主的事情吗？没有，我们之间谈论最多的就是父亲的事。这个皮衣姑娘肯定是在故意跟你争宠呢，故意不说关于青衣姑娘的事情。驸马说的有道理。驸马，你要是敢娶别的女人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不敢，我可不敢。你想都不能想，一点都没想。来，休息吧，休息吧啊！看见没有，这就是吃了醋的女人，多吓人呐！一哭二闹三上吊不说，严重了还会互相伤害，一个把另一个给杀了。这么可怕，怪不得孔老夫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要不说人家孔圣人是圣人呢，看看公主怎么对我，你们看得真真的吧？人家是爱之深才责之切嘛。哎，对。大师兄，刚才公主已经说了，你所说的一切都是那个皮衣女施主的一面之词，我们不妨再听听那个青衣女施主怎么说，到时候你再走也不迟啊。青衣女施主那日离开后，便没再来过。既然皮衣女施主和青衣女施主是一家的话，那么大师兄的父亲一定是派他们两位一起来蜗牛村找大师兄的。他们两个肯定住在一起。如果我们问皮衣女施主，不就能找到青衣女施主的去向了吗？好，那就这么办。先不说我了，哎，七师弟呢？我怎么一直没看见他？我们没有找到七师弟，不过以七师弟的聪明才智，我想他会没事的。那个小草施主呢？他们怎么都不在了？我和八师弟掩护小草逃到安全的地方后，才发现他被人掐死了。什么？小草已经死了？阿弥陀佛，都是我平时诳语太多的报应。从我见到皮衣女施主之后，由于顾虑重重，我也是一个诳语接着另外一个诳语。父亲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可能这就是对我的报应吧。后来，我们在火化小草的时候，火光把13师弟引了过来，没想到带给我们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6师弟他们藏身的地方被白衣蒙面人给烧了。我们赶到的时候，只剩下一片废墟。哎，对了，6师弟，我想知道，你们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？大火把房梁烧断，把地板砸穿，我才发现下面是个地窖，而地窖的出口就在屋子不远处。我以为你们都死了，没想到你们都还活着。那天夜里，我们就在这城门洞里遇到了白衣蒙面人的追杀。逃出来后，五毒施主说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于是我们就一直藏身于此。在这里，我们得知了青衣女施主的事情。我原以为七师弟跟你们在一起，现在看来，你们也不知道七师弟。自从上次和他见过一次后，我就设计和大师兄关在一起，好联络感情。
而手下人因为害怕他发现有人跟踪，误了主子的大计，也没派人跟着。肯定在这期间，他已经跟和尚见过面了，认识。她是我小妹，想必她的另一个身份，大哥的师弟们也都跟你说了吧？不错，他们都已经跟我说了，所以我想等青衣女施主来了，再一起去面见父亲。光想着解决大哥跟父亲之间的事情了，倒是忘了妹妹。好，就听大哥的，咱们一起回家见父亲。阿弥陀佛。孩子，女施主有事吗？孩子，你想不想逃？想。走。孩子，逃吧。女施主，那你怎么办？我当然和你一起逃。可是万一你夫君回来了，他要回来，我就咬死他。你怎么知道我想逃的？孩子，其实娘也没有全疯，娘只是不想看见那个坏人才咬他。加上你陪伴了我这么长时间，娘的病情也好了许多。娘知道你一直想离开这里，但是娘又舍不得你。想来想去，娘决定跟你一起逃，这样才两全其美。孩子，你不用担心，他今天就干坏事了，天亮了才回来。我们现在就逃。嗯。没想到除了大师兄和七师兄，和尚们都聚齐了。你到底是何人？和尚们小心，他是天地会的。你想干嘛？我在帮你。和尚救我！光天化日当街打女人，他有没有王法了？谁家的事你都管啊？和尚都没动手，你去干嘛呀？敢欺负我五毒的女人，活腻歪了你啊！哦，白衣姑娘，你跟那个穿白大褂的杀手是一伙的呀？驸马，你没发现他们两个都穿着一身白吗？他们两个啊，一定是老相好。原来是来救老相好的呀！白大褂杀手，你知道你的老相好已经有新的相好了吗？戴了绿帽子都不知道，真是好样的呀！你这个泼皮无赖，居然敢羞辱本姑娘的清白！看我不撕了你这张令人讨厌的臭嘴！哎呀，二师兄，你就看着你的小相好在这儿放肆，不收拾收拾这摊烂账！武都，不要胡说！和尚，你以为你不让我跟着你，我就到不了卧牛村吗？小姑娘，你不是说你是皇上的人吗？现在怎么跟他搅在一起？难不成他也是皇上的人？你猜的没错，他就是皇上派来抓你们的。那好，有何圣物？这就是皇上御赐的玉佩。十二师兄，你说这白衣少女到底是不是皇上的人啊？13师弟，你忘了，佛祖说过，这个白衣女施主的话不可信。白姑娘，你那个圣物能不能借我看看呀？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皇上的东西，让我开开眼。你果真是名副其实的泼皮无赖，从你嘴里就没有说出过一句真话。这圣物，你们和尚们西行时可是守了一路的。再说，这可是贵重之物，凭什么拿给你看啊？我看你才是彻头彻尾的在说谎。你的圣物是玉佩，那白大褂杀手的圣物是宝刀。你说你们俩都是皇上派来的，这身份太可疑了。是，我的确是骗你们的，骗你们玩玩。我确实不是皇上的人。那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究竟是南方天地会的，还是西鲁天会的？我是什么人，跟你们没关系。女施主，我刚才在那边也并没有发现青衣女施主的踪迹啊。妹妹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荒村这么大，让我们好找。
但是不管怎么说，都要先找到青衣女施主再说。大哥说的是，等找到了妹妹，我们就一起回去看父亲。女施主，小僧有一事不明。大哥心里有什么疑问就说出来吧，我要是知道的，一定会告诉你。父亲既然把我送入了佛门，幸入佛门，可是为何又给我娶了2房妻妾呢？大哥，你说错了。错在哪儿？一共是3房妻妾。3房妻妾？那第3位夫人在哪儿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之前听父亲提起过。可是我还是不明白，你明知道我是和尚，可是为何又心甘情愿地嫁入我们家呢？身为一个女子，嫁给谁原本不是自己能够选择得了的。和尚有什么关系？你可以还俗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作为你的父母也同意这门亲事吗？看你相貌端正，本应可以许一个更合适的人家。其实在我嫁给你之前，我爹娘也给我定下过另一门亲事。我要嫁的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少爷，因为得了一场疾病夭折了，他爹仗着自己有钱，就要给他办一场冥婚。我爹为了还欠下的赌债，就把我卖给了这户人家。我根本来不及反抗，就被抬上了花轿。我的公公，他为了能让我给他家传宗接代，半夜竟然闯进了我的房间里，想要强暴我。我实在忍无可忍，抓起手边的烛台，狠狠地砸烂他的脑袋。他的脑浆溅在我的脸上。那是我第一次杀人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想不到你年纪轻轻，竟然经历了如此苦难。不过，既然苦难都已过去，那就把它放下吧。其实上天待我也不薄，在我杀人逃跑以后，就遇上了你爹。你爹是个大善人，每逢初1、15都会在街上施粥。我当时差点饿死在街头，是一碗粥让我活了过来。你爹看我可怜，就收留了我，还让我过门做了你的大房夫人。虽然我没有见过你，也知道你是和尚，但是能成为你的夫人，我觉得自己很幸运。不曾想女施主从小就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，但是小僧早已深入佛门，虽然此生无法做你的夫君，既然你把我当作哥哥，那么即便是普度众生，我依然有责任保护你。相识是缘分，以后如果女施主再遇上心上人，也不会再有这样的苦难发生了。夫君也好，大哥也罢，反正我是跟定你了。阿弥陀佛。没看到有人吗？还往里闯？就因为有人，老子才要闯。没人直接走就行了，还叫闯吗？还挺嚣张的你。帅气逼死人，英明神武的五毒大爷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如何？不知道又如何？知道就把路让开，不知道，今天我就打着你知道。看来我们知道不知道，你都要闯。没错，今儿个老子后边的这帮爷爷就得从这儿过去。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驸马，你们这帮孙子，我饶不了你们，疼死我了！没事了吧？活该你！疼死我了！过去没有？老大，我看见那白衣女子逃进这房子了。哼！姑娘，出来吧，我都看见你了。手下谎话连篇，主子吊儿郎当，这就是所谓的上梁不正下梁歪。有什么样的主人，就有什么样的看门狗吗？是不是房梁上的灰太多，姑娘才满嘴胡言呢？本姑娘正好窝了一肚子气，没地方发。你难道不想见见我们家公子，亲口问问他？亲口问问他，早上我还是他的救命恩人，座上宾客。
晚上就变成了他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很快又变成了他的阶下囚，甚至是刀下魂吗？你们公子到现在都不敢出现，想必他是想做他蜗牛村的富家公子，而不是现在的杀人凶手。姑娘，我们公子可没说要你的命。我身上有他想要的东西，他自然不会要我的命。那姑娘，请吧。想抓我，哼，就拿你手下的命来换吧。才第2回合你就被我拿下了，太好了。并没有试过，满身血道子泡在盐水里吧，那可是钻心的疼啊！可怜姑娘这一身好皮囊，不就是让你说你是谁吗？有这么难吗？好，我说，我是南方天地会的人，我跟着和尚是为了阻止他们的计划，不让他们找到万寿山。一派胡言！本姑娘不说，你就要拿盐水浸过的马鞭逼迫本姑娘说。本姑娘说了，你又说我是一派胡言。不对。你为什么会说我是一派胡言？难道你是天地会的人？我是什么人，你无需知道。你只要老实告诉我你是谁。你为什么要抓我们公子？我就是南方天地会的人。我接近你们公子是为了知道你们是什么人。既然我们都是南方天地会的人，那就是一家人。快把本姑娘放开！有这么对待自己家人的吗？兄弟们，咱们急什么呀？不行就先退回去。已经退不回去了。怎么退不回去啊？咱没有腿，走回去不就行了？公主，咱们先回去，等他们把阵法破了，咱们再回来。哎，走走走。看来你们又有一场大战要打了。公主，我保护你。你们是人天野派来杀我们的？是阎王爷派来杀你们的。看起来，我们只有应战了。师兄弟们，布阵！我们公子已经和上面派来的人联系上了，你根本就不是南方天地会的人。我说的就是实话，我是总督主派来的。姑娘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
这个白衣杀手这么肯定我说的是谎话，那么他肯定就是南方天地会的人，而南方天地会的人也肯定派了人来蜗牛村协助他们抓和尚。怎么今天我胡乱说的话，都这么巧合的遇到原主了？好，我说，我是西鲁天会的人，我接近你们公子是想知道你们是什么人。你太能言善辩了，我无法相信你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。这次是真的，你想想，我既然不是皇帝的人，又不是南方天地会的人，我还能是什么人？我们的人劫走了万寿山，却在半路上被你们的人劫走了。我跟着和尚是想知道万寿山在哪儿，阻止他们搭救万寿山，以免影响我们反清复明的大计。的确，万寿山是被我们所劫，就被关在炮楼的暗室里。但这女子太过狡诈，信口雌黄也不无可能。说，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我说实话你还打我？看你头有多硬！女施主，小和尚，你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，你到底要去哪儿呀？是啊，我去哪儿啊？破屋被白衣蒙面人偷袭过，师兄弟们肯定不会在这里待的。在蜗牛村这儿，我知道的地方，除了我刚才和女施主去的那些地方，就只剩下石头巷子里的炮楼了。炮楼，我知道啊，小和尚，我带你去。是我听错了还是怎么了？女施主说话的方式和语气怎么像变个人似的？怎么把实话都说出来了？小和尚肯定该怀疑了，怎么办？平时都叫孩子，这次却叫了小和尚，想圆都不好圆了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小和尚，你看我是谁？哦，兄弟们，咱们今天要死在这儿了吧？他们是要把我们往炮楼里打，我们不能进去。我们现在已经无处可逃了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我们就往炮楼冲！走。小草施主，怎么是你？不，你不是小草施
小草施主已经受伤了，连走路都不能走。而施主你呢？你肯定不是小草施主。什么？我姐姐受伤了？小和尚，你快告诉我是谁伤了我姐姐，我要替我姐姐报仇。小草施主是你的姐姐，那你就是小草施主的妹妹。你和小草施主长得一模一样，是你易容了。我就是小草的妹妹，我们俩是孪生亲姐妹。不信你摸我的脸看看，有没有假脸皮子？小僧是出家人，四大皆空，不可不可。你忘了你在我怀里哭过多少回了？还有晚上睡觉的时候，都不知道搂过我多少次呢。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。既然你摸我的脸，那你就告诉我，到底是谁伤了我姐姐？小僧我也不知道。你知道，你只是不想告诉我。我也理解你一个出家人不想惹是非。我告诉你，我姐姐是万将军派来的人。你怎么能让我们相信她是万寿山将军派来的，而不是西鲁天会或是南方天地会？女施主，我们西行东归以来，这一路上被各路人马以各种方式诱骗、陷害、追杀。我们再不吃一堑长一智的话，那还怎么活着去救万寿山将军和冰玉公主呢？那我姐姐她现在在哪儿？是不是跟你的师兄弟们在一起？我们被白衣蒙面人追杀得四散而逃，我一醒来就发现在你的屋子里。现在我师兄弟的情况我并不知晓，所以我才一直想逃出去。因为我人小，武功也差，打不过那位施主，而且那位施主总是利用小师傅的同情心，先是我，然后是孩子，对吗？女施主，你不是被点昏睡穴了吗？怎么知道我们的谈话？他点，我也可以冲开。那些小生命就不是你所为了？是我所为。你为什么要那么狠心，杀了那么多的孩子？女施主，你怎么如此狠心伤害那些孩子？没办法，为了迷惑他，为了不让他发现，我只能如此。起初他送来孩子，我怕他是为了试探我，所以我才如此。后来我那样对待孩子，是不想让他再送孩子过来。没想到白衣杀手错认为我不喜欢那些孩子，所以他就四处去找，甚至去抢那些和他孩子长得像的孩子。他抓我也是因为我和他的孩子长得一样吗？一切都只是我的猜测，毕竟我也没见过白衣杀手死去的孩子，所以小和尚你和他的孩子长得像不像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见他妻子的时候，他妻子已经疯了，他的妻子和我的长相有些相似，所以我就伪装成他的妻子。我没有易容，只好装疯卖傻来保护自己。既然疯了傻了，就要做一些不正常人的事情，所以我推小孩子的力气如果小了，他一定会怀疑我。但是小和尚，我的力度是有控制的，绝对不会让那些孩子们致命。都是那个白衣杀手，是他把自己的怨气和怒气都发泄在了那些无辜的小孩子身上，把他们活埋在后院。女施主，你不怕被白衣杀手发现吗？怕。其实他妻子的疯病并没有我伪装的那么严重，可能是我对小孩子的行为让他以为是这些孩子刺激了我。毕竟他是在他妻子的面前亲手杀死了他的孩子，才把他的妻子逼疯了。所以每当他靠近我，我就又打又抓又咬，久而久之，他便再也不敢靠近我了。那女施主就不怕他点你的穴吗？我当然怕，可能是他对妻子的内疚太深，不敢再看他妻子的脸，所以我才幸存到现在。女施主，你为什么要假装成他的妻子呢？我的姐姐小草是为万寿山将军效命，我自然也是为万寿山将军办事的。那么他真正的妻子呢？不会也是被你杀的吧？此事不是我所为，他的妻子是上吊自杀的。你是看着他自杀的吗？对，但是我当时正在执行命令，救他就会耽误了万寿山将军的计划。
万寿山将军真的如小草施主所说，困在炮楼里了吗？小和尚，你怎么还是不相信我？这个炮楼怎么变空了？原先在这里的女施主和她的手下怎么都离开了？那位女施主是专门找大师兄而来，大师兄肯定被她抓走了，现在连根据点也撤了。幸亏大师兄被那个女施主抓走了，要不然就要和我们一起被困在炮楼里了。这也该是因祸得福吧。外面已经被包围了，看来那些杀手是不打算让我们活着出去了。任天野什么来头啊？他干嘛非要杀你们呢？看他们的功夫套路，他们应该就是南方天地会的人。这一路上，他们为了阻止我们护送万将军进京，天地会派出了很多杀手，其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和谈。那万寿山将军和冰雨公主的失踪也和他们有关？很有可能。大火那个夜晚，他们应该就埋伏在山谷中。你们看，墙上有字：为朝廷卖命，该死。究竟是谁留下的这些字？刚才明明还没有。二师兄，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吧。现在城门外也被包围了，看来这些杀手是不打算让我们活着出去了。和尚之墓。大家小心，有机关！不满。公主，你看，向左走2步，前后3步。向前3步。万寿山将军为什么要派女施主来盯着那个白衣杀手呢？你想想看，哪个杀手敢在首领的眼皮子底下窝藏犯人？女施主的意思是，那个白衣杀手除了是白衣蒙面人的首领外，还另有身份。白衣杀手以前是万寿山将军的手下，因为跟万寿山将军有些过节，就投靠了南方天地会。他跟万寿山将军接触比较多，更多的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他一定不是一般人，他杀了那么多的小孩子。他的心一定比恶魔还要狠。我知道你是少林寺的，所以我没有像对待别的孩子那样对待你。白衣杀手刚开始把你送给我的时候，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的态度，没想到我对你跟别的孩子不一样，所以他才没有杀你。难道是他下令要追杀我们的吗？要杀你们的是任天野，是南方天地会的2号人物。2号人物？万寿山将军真的在这里吗？在这里，但不知道具体在哪儿。任天野要杀他，只有你们才能救他。走，小和尚，我带你去炮楼。我们竟然杀了这么多人！阿弥陀佛！我们不杀他们，他们任务失败，回去一样活不了。就当我们好心送他们一程，让他们死之前少受一些罪。身为出家人，秦昌怎么如此狠绝？此事不狠绝，难道还要大发慈悲给他们说经布道吗？不等你开口，就已经成了人家刀下的冤魂。师父说过，以恶惩恶，不是佛门之道。这样我们和恶人有什么区别？哎，好了好了，杀都杀了，咱们研究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吧。依我看，不能待下去，应该杀出去。没错，与其做困兽之斗，不如杀出一条血路，至少这样活着离开的希望更大。不行，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陷阱，出去只有死路一条。他们现在刚进行一轮攻击，
离下一次攻击应该还有些时间。我们现在不能贸然行事，要见机行事。好，我听二师兄的。我觉得啊，12、13说的还真对啊！咱们在这儿干嘛？等死吗？冲出去啊！驸马，你要杀出去，我就陪你战斗到底。大家都不要冲动。其实二师兄说的对，我们现在出去就是送死。相反，躲在这个炮楼里，还有炮楼做掩护，一旦出去，就少了最后的屏障。大家冷静想一想。可是，行了，就这么定。我们找遍了这个荒村，也没有看到青衣女施主的踪迹啊。也许她已经离开了，不然我们先回去吧。我担心父亲的身体撑不住。不行，我担心她有危险。你为什么这么担心她？你是不是觉得她比我漂亮，你更喜欢她？我可提醒你，我才是你的大房夫人。女施主不要胡言乱语。这个荒村经常有杀手出没，我只是担心她的安全，害怕她出现危险。你现在不肯承认，终有一天，你会为我动心的。怎么了？13师弟，佛祖说今晚会给你托梦的。真的啊？你是不信我，还是不信佛祖啊？不管是你还是佛祖，我自然都是信的。好像有人来了。七师兄，小草施主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又活过来了？是二师兄，小草施主已经被二师兄和八师兄火焚了，是不可能活下来的。这个小草施主一定是敌人伪装的。对，你是何人？为什么要假扮小草施主？你是不是和那些白衣杀手是一伙的？12师弟、13师弟，她不是小草施主，她是小草施主的妹妹。七师兄，你来告诉我，你是被谁抓了，又是怎么逃出来的？你们怎么没有死？为什么只有我姐姐一个人死了？你们是怎么保护她的？八师兄他背着小草突围的时候，遭到了白衣蒙面人的暗算。又是他，白衣杀手。总有一天我要杀了你，给我姐姐报仇。感觉好像有人跟踪我们，其实我刚才就有所察觉，只是我疏忽大意，没有在意。不要再打了！如果你们要再打的话，我就自己走了。大哥，我们不打了。都怪你！要是你把夫君气走，看你怎么向爹交代。明明是你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打。如果不是你偷偷把夫君带走，我会这么生气吗？你也不想想看，我为什么把夫君带走？有人要追杀夫君，我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。再说了，如果我想霸占夫君，早就带他离开村子，让你找不到我们。可我们非但没有离开，反倒刚刚一直在找你。难道是我错怪你了？我们是姐妹。夫君还没有进家门，我们就开始争风吃醋，如何让夫君安心？我绝对不会做你们的夫君的。你现在不愿意，兴许过段时间你就想通了。我们愿意等你回心转意，只要夫君愿意回家，我和姐姐一定和平相处。姐姐，先前是我对不起你，我向你道歉。我们姐妹二人还说什么道歉不道歉的话？大哥，误会已经解释清楚，我们不会再打了，你也不要生我们的气了。但愿两位女施主说到做到。既然我们已经找到夫君，就赶快离开吧，这实在不安全。敌在暗，我们在明，我们一定要小心保护好夫君。姑娘，姑娘，哼，姑娘，你是武功高强，内功深厚，西路天会怎么会派你一个弱女子来执行这么重要的计划？想必你一定是胆识过人。我想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加入的西鲁天会？你出生长大都是在西鲁天会吗？如果你生长在西鲁天会，那你肯定吃了不少苦。
我想挤鞭子对你来说，就像是挠痒痒一样吧。姑娘，你不说话呢，本公子也能猜透你的心思。你一定是非常的恨本公子，恨不得一刀宰了我。但是我希望你理解我，你武功很高，来历不明，又不肯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一句话不合，动不动就和我动刀子。你想，如果你是本公子，你会怎么样？肯定是天天寝食难，夜夜噩梦不断呀。所以，我希望姑娘能够理解，本公子也是无奈之举啊。你说完了吗？我说完了。那么现在该本姑娘说了。你说，你现在是不是还怀疑我的身份？说不怀疑，你信吗？看来你还挺谨慎的嘛。那是。姑娘，你既然愿意说话，你可以告诉我你是哪个派的。你猜我是哪个派的？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这个万寿山和清廷的狗皇帝康熙化干戈为玉帛这件事情，你怎么看？我家与狗朝廷是世敌，所以我对万寿山进京向狗皇帝摇尾乞怜是反对的。少林，少林，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。少林，少林，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。精湛的武艺，举世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，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少林寺美名回。